最近我在跟 Second Me 聊天的时候呢，我想让他帮我多增加一些那个 shade 的标签，就是侧面的那些标签，因为现在我的账号已经拿到了10几个侧面，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还不够了解我，所以我就想要知道我要跟他聊什么东西才能增加这个侧面的标签嘛。然后呢，他就给出了一些话题，其中就关于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就抓着这个话题告诉了他我喜欢的一些，比如说导演呀，我喜欢读的一些书，还有我喜欢听的一些音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给出一些我喜欢的艺术家嘛，就是所谓的导演是谁，作者是谁，还有音乐创作人是谁。他就帮我把这些所谓的艺术家总结出了一个我之前可能听过但是没有仔细了解过的名词，叫做作者。就是比如说我提到的一些导演，他会说是作者电影，比如说我提到的一些书的作者会形容为是一些作者性的写作者。就是怎么理解作者性这个东西呢？或者说怎么理解作者电影呢？我其实也查了一下关于作者电影，就是说这些电影导演的作品个人风格非常的鲜明，就是他们拍电影是为了借助电影这个艺术表达形式去做个人表达。那所谓的作者性这3个字，我的理解就是他的作品里面会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或者说我的创作里面一定要有我的影子。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一点概括非常非常的对，因为我对于作品里面有强烈的作者的影子这一点非常的在乎，或者说非常的，就是当我看到一部作品里面有着作者的强烈的影子的时候，我会很喜欢这个作品。比如说台湾的一个作家叫邱妙金，他写的一些作品里面好像有一本书叫做《鳄鱼手记》还是什么来着，就是当我读到他的这些日记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好喜欢。那可能是一个特例，但就比如说我不记得之前有没有在之前的视频或者音频当中提到，是我很喜欢一部文学作品叫做《有损》，它大概是一本倾向于非虚构的作品。那这个作品里面就描述了这个作者他跟有损之间的关系，他是怎么观察有损这个动物的。我也是很喜欢这一类作品。再包括我喜欢的一些导演，比如说侯麦呀，比如说安哲呀，再比如说塔可夫斯基啊，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作者电影里面的一些例子。然后我就在想啊，就是回到做内容这一块，假如说我们做的内容要让别人感觉到这个内容里面其实是藏着人的，或者说藏着品牌的，那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呢？其实当我们谈到要做品牌内容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是会有一套所谓的标准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内容背后是不能够太突出某个人，而是围绕着整个品牌去运作。但是我接触到的一个例子就让我觉得，我分享一下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不打算说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但就是有这么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是由它的创始人开创的。一开始大家提到这个产品就会提到这个创始人嘛，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产品的创始人慢慢的把这个产品的就是他跟产品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强绑定的，但是后来他慢慢的稀释掉了。我不知道这个稀释是有意的，还是说
仅仅是因为我观察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个信号。就比如说一开始做内容，他的内容所有的署名权全都在他这个人，就是创始人这个人。后来我发现他团队里面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就一个人开始写内容了，然后我就会看到就是当我们提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不仅仅想到了这个创始人，还会想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新出来做内容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到这个品牌名，不再是只有创始人，还有另外一个做内容的人。那再后来我又发现，就是他们有一档品牌播客嘛，那这一档品牌播客本来我是觉得既然它是为这个品牌服务的，那它所有的调性都应该跟品牌强相关，就是也不会说凸显个人特质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呢，他们的制作人会在节目当中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就是当别人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不仅仅是会觉得这期节目是这个品牌制作的，而且也会想到原来这某个部分出自于这个制作人。我举的这个例子相当于就是他把品牌背后的灵魂的所谓地位就是挪到了一边，然后其他的一些地位就是转交给了团队里面的其他人。就有点像是我刚开始说的，本来品牌跟创始人是强相关、强绑定的，它有点像是一个个人产品，但是慢慢到了后来，它会把这个强相关的绑定关系给稀释掉，把很多的位置挪出来给他团队里面的人。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